吼吼吼吼！屏幕前小司机们，你们好玩！本期视频的主角是龙爵。视频开之前，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建模，还有点触语音啊什么的啊。这个是味觉醒皮的一个建模，放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而这个是觉醒皮啊。有一说一，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个呀？就是从这个背影来看，好像还是觉醒皮更好看啊。但是正面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味觉醒皮。好的，我们来听一下点触语音。原来是你啊！好的，我们再听一下其他的。灵气巨神，刚柔并济。反正这个就是它的特殊点触动画啊。欲速则不达，成大事当徐徐图之。莫急莫急。反正就是那一种中华功夫娘的一种形象。我们来听一下日配。其实日配的感觉和中配挺像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能。龙诀的基础面板、普攻还有大招都突出了一个简单暴力。基础面板攻击双 S， 然后速度118，暴击也是双 S 的20点暴击，初始暴击伤害也有160点。然后它的普攻是什么？它的普攻的伤害系数居然有300点，而它的大招的伤害系数更是逆天。大招先对敌方全体造成588%的伤害，再对指定敌方单体造成3段198%的伤害，等于就是全体588的系数加上单体1182的系数。而天照的伤害系数是多少呢？天照的伤害系数是3乘以100的全体，再加上3乘以100的单体。天照的伤害系数是300的全体加上600的单体，也就是说龙诀的伤害系数是天照的2倍。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龙诀它就毁天灭地了啊？别急，我们来看一下龙诀的二技能。它的二技能有2个效果，一个是不需要主动释放的类似被动的效果，一个是需要主动释放的主动效果。我们先讲这个类被动效果。龙诀在造成和受到伤害时，优先将此伤害转化为等量的玄血。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龙诀不管是普攻也好，还是大招也好，都是优先把对面的血条变得透明，而他自己受到伤害呢，也是优先把自身的血条变得透明。这个透明的血条就是玄血。这个转化玄血的机制很有意思，它让龙诀在攻击的时候并不会实质性的造成任何伤害。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没有？当前伤害依然是0。而这种攻击并无法造成实质性伤害的特性，就让所有需要造成伤害才能触发的御魂在龙诀身上都无法触发。比方说真女和歌姬，我们来看一下。好的，现在我们的龙诀是带着真歌的，但是真歌并不会达成任何触发。然后像血幽魂这样的所有控制御魂也是触发不了的。总而言之，只要是那种需要靠造成伤害来触发的御魂，在龙诀身上都不生效。什么真歌还有土蜘蛛在他身上都不生效。而哪种御魂在他身上会生效呢？那种只要带上不需要造成伤害就可以触发的御魂是可以生效的。比方说狂骨荒骷髅，我们来看一下啊，龙诀身上现在带着狂骨荒骷髅，很明显它是生效的，大家理解了吗？那么这个玄血机制有什么用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对面的血条被转化为玄血的用处。当对面的敌人的血条被我们转化为玄血之后，我方目标攻击该敌方会优先扣除玄血，并且在扣除玄血的时候无视目标防御和减伤效果。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对面没有被我们上玄血 debuff，
我们打一下是1110左右的伤害，而对面如果被我们上了玄血的 debuff， 我们打一下就会优先扣除他的玄血，并且伤害无视防御力，无视减伤效果。当玄血扣完之后，这一个伤害呢就回归原来的伤害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他玄血扣完了，伤害就变成原来的伤害啦。也就是说，龙诀在实战中的定位，它不是主要输出，它更偏向于一个副 C， 或者说是一个辅助。我们可以优先用龙诀把对面的血条变成玄血，然后我方的主 C 在打对面的时候呢，伤害就可以无视防御，无视减伤效果，这就是龙诀的一个用法。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问了，如果对面的血条被我们全部转换为玄血，那龙诀对对面造成伤害会怎么样呢？如果对面的血条已经被我们全部转化为玄血了，那么龙诀在攻击它的时候也可以吃到无视防御和减伤的效果，但是伤害系数只有原伤害系数的 53%。 也就是说，当对面的血条被我们全部转化为玄血之后，龙诀再攻击敌方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照的伤害系数。大家很容易理解吧？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主动释放2技能以及自身身上的玄学有什么用。在主动释放2技能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自身的玄血净化为生命，并且同时恢复 50% 的生命，然后随机驱散友方2个负面状态。而且释放的时候自身会拉调 50%， 并且自身的控制效果结束的时候会自动释放，而且自身只剩下玄血的时候也会自动释放。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在还有正常血条的时候受到伤害会优先转变成玄血，当全部转变为玄血之后才会扣除玄血，也就是龙诀自身有2管血条。好的，我现在身上已经有很多玄血了，然后我直接释放，释放了之后，清空玄血，并且奶自己一口，然后给自己拉条，然后进入2个回合的冷却时间，并且我在身上只剩下玄血的时候，或者控制效果结束的时候，它会自动释放。我们来看一下，看见没有？它就自动释放了，行动又提前，又可以驱散队友的2个随机效果，这就是2技能提供的一个自保能力啦。以上就是龙诀的所有技能机制解读了，我个人觉得讲得非常清楚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么我在这儿我不打斗技，因为我不会打斗技啊，我脑测一下它在斗技里面有什么用。首先它在斗技里肯定代表控制御魂啊，毕竟它的机制无法触发控制御魂。那它在斗技里的用处就是先一个高速龙诀，利用自己的高系数把对面的血转变为玄血之后，辅助自己的主 C 进行一个增伤啊。比方说我龙诀先行动，然后天照再行动，天照就可以吃到一个零防御的一个增伤。还有一个用处是什么？不要忘了龙诀的普攻系数也是不低的，所以他加入普攻队，龙诀先行动，先给对面全部变成那一个玄血，然后我叶1A 秒了，这个就是我脑测的他在斗技里面的一个用处。那说完了他在斗技里的用处，我们再来说一下他 PVE 里的用处。PVE 混土那种肯定是上不了了啊，毕竟龙诀虽然伤害系数高，但是它其实是打不死人的。所以啊，你看这如果我们上龙诀作为主 C 的话，那第1层都无法直接一波秒，所以短线肯定还是替代不了天照的。既然像混土这样的短线无法替代天照，那么长线可不可以有一席之地呢？如果说我们要打长线的话，那么这一个长线队伍里可以替换掉的角色就是寻香型了啊！毕竟寻香型的作用是减防，然后我龙诀呢直接把防御变成0了，我还需要你寻香型，是不是？那么实战下来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寻香型老队伍3分钟1000防御的达摩，最后打下来的成绩是530万。
而我们把寻香行给它换成这一个狂骨荒骷髅的龙诀之后，伤害会有变高吗？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剩1分钟，而我只打了200多万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龙诀上了这个玄血之后，我们天照其实很快就把这个玄血打完了啊！大家仔细看，看见没有？第一段12万左右的伤害就是打在玄雪身上的伤害，但是很快玄雪就被清空掉了，然后剩下的就是6万多伤害，就是没有吃到玄雪的伤害。来，我们再观察一下，天照只有第一段的伤害达到了将近13万，后面都变成了6万都不到了，看见没有？最后的成绩是多少呢？最后3分钟的成绩，只有367万。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大聪明要说了，那你元劫神能不能给龙诀呢？我也尝试了元劫神给龙诀，我们看一下打出来的伤害是多少啊？好的，龙诀上玄血，再上一个玄血，这个时候玄血的量倒是够天照打了，但是天照就只能行动1次了啊。这个就得不偿失了，最后只打了280万。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说了，小美和 SP 元2只 PVE T0式神和龙诀的机制不搭，我得把这2只式神全部换掉。好的，我现在换了和龙诀机制更搭的雪女还有不见月啊，给大家测试一下。来，这次比上次好点，这次是第一段和第2段吃到了玄血的伤害啊，但是后面的伤害呢，依然全部都是裸伤，最后打下来也就355万左右的伤害。也就是说，辅助 PVE 长线副本的龙诀呢，它的伤害系数是高，但是并没有高到可以让天照全程吃到那一个玄血的无视减防的程度啊。同时，它还和当前 T0 PVE 式神伊邪那美还有 SP 元劫神的机制不是很搭。我个人认为大家可以放弃它的 PVE 长线的，真的，我研究了一下午没有研究出任何就业岗位。而龙诀真正在 PVE 里的就业岗位在哪呢？在那种中线副本。那么何为中线副本呢？就比方说新上的这个日轮之陨第4层，这个日轮之陨第4层，如果你不用龙诀打的话，你会打得相当痛苦。那这里天照加须佐之男打了2分半，这里天照加丑时之女加元劫神打了1分40秒，但是唯一进了1分钟的就是用了龙诀的一个阵容。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一个阵容用其他普通的 C 打的会非常痛苦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阵容的阴间机制。先机有一个免伤效果，对面的悲迷呼有 20% 的伤害减免，最高减伤增至 60%。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用龙诀的无视伤害减免的话，你用其他输出打它，全程伤害减少 60%。 但是如果我们用的龙诀，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把对面全部都给变成这一个玄血之后，龙诀上，龙诀再上啊，然后元劫神再拉一下，好。当然这个目前也并不是那一种最好用的阵容啊，只是目前只看见这一个近1分钟的阵容。目前可以暂时认为日轮之陨第4层是龙诀的一个专属副本啊，就体服暂时并没有研究出龙诀以外的可以打进1分钟以内的。那这个打进1分钟以内也用了龙诀，那这个没有用龙诀就1分半了，这个没有用龙诀又1分半了，然后看见没有？只要不用龙诀10分钟，这是什么呀？天照须佐修罗打了10分钟，
反正如果没有龙诀的话，日轮之韵够你吃一壶的。总结下来，他在 PVE 里的就业岗位就是那种可以一波秒的快速副本不适合他，然后那种老是秒不了的，比方说超鬼王，比方说伪神那样的超级多血的阵容也不适合他，他适合那种血量适中的，比方说超鬼王的4层和4层以前，或者说皮肤塔呀这一类啊，还有日轮之陨第4层，血量适中的龙诀可以把对面全部血量转化为玄血，然后一次性收割带走的，才是他 PVE 的就业岗位啊。以上就是龙诀这一只式神的全面测评了啊！个人不会打 PVP 大家还是看一下饭宝、歌宝、月宝啊什么的。后续我还会给大家做 SP 犬神的一个测评的啊，大家稍安勿躁。今天要做的视频太多了，真的太累了，大家多多担待。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